日本虽然地处东亚，但却有着与东亚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化。神道教让其拥有了崇神上鬼的基因，同时二战时被原子弹轰炸过的恐慌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创作，其中日本的恐怖电影更是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不同于美国的血腥暴力，泰国善恶有报的道德观念，日本的恐怖片经常会出现怨鬼和恶灵的角色，带有强大的怨气，在挖掘人性阴暗的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甚至走到了让人不忍直视的境界。本期老烟斗就给大家来盘点盘点日本迄今为止最好看的8部高分恐怖片。第一部，午夜凶铃。最恐怖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你去看，而是引导你去想。相信看过《午夜凶铃》的朋友对这句话都会感同身受。在《午夜凶铃》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太多恐怖的镜头，即使是最后从水里冒出的贞子，单其扮相的恐怖程度也只能说是一般般，与很多好莱坞恐怖片中的僵尸怪物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该片开创的心理惊悚却让人毛骨悚然。以前的恐怖片中，鬼是个有形的物体，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但这次鬼不仅存在，而且就在你的意识里，会在时机到来时出现，让你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无助和绝望。毫不夸张地说，《午夜凶铃》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经典的恐怖电影之一。第二部，咒怨。据说在日本，当有人死于极度悲伤或愤怒，那么在他死去之后，这种情绪会继续留在那里，经久不散，形成一种邪恶的带有诅咒的力量，也就是咒怨。触碰到咒怨的人一定会死去，并产生新的咒怨，这样回转反复，恐怖不断蔓延，而咒怨也会死守在它产生的那个地方，诅咒每一个来到的人。咒怨的人物原型据说来自于日本历史上2位传言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物，而他们的结局由99则独立的灵异故事组成，故事内容都是民间种种怪异骇人的传言，例如公寓洗手间的女鬼，照片上莫名多出来的人，发出悠悠呜咽的音乐盒，扔不掉的儿童自行车等等，承袭了日本恐怖电影的一贯风格。每桩灵异事件都在引发毛骨悚然的恐怖情绪，是日本人生活中细枝末节的恐怖，看完后绝对令人不寒而栗。但对于胆大的人而言，看这种小故事就像在吃小吃一样，可以吃很多种类，还是相当过瘾的。第5部，鬼来电。鬼来电改编自日本作家邱元康的一部恐怖惊悚小说，此小说作品共被改编为3部电影、电视剧以及漫画版本。2003年的鬼来电系列第1部作品也被美国斥巨资制作成为恐怖电影《鬼来电：遗言信箱》。而对于同一个故事，美国和日本的诠释方法是不同的，美国更注重对观众的恐吓，而日本更着眼情节的表现。
从细节和精神层面营造一种细腻的恐怖感。正如电影名字一样，故事的开始便充斥着恐怖氛围。一通由自己的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时间显示是3天后的日期。听取留言时，清楚听到自己的声音，那声音中充满着无助及恐惧。然而3天后的这个时候，即是死神降临的瞬间。新颖的故事情节，悬疑的剧情，恐怖的氛围，直接将它推向经典的位置，与《午夜凶铃》和《咒怨》并驾齐驱，是日本恐怖片中3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绝对值得一看。第6部《鬼水凶铃》，日本导演中田秀夫因98年的一部《午夜凶铃》一炮走红。阴郁沉闷而冗长的中部情节并没有掩盖叙事之后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最后几分钟电视机里钻出的女鬼，这惊人创意附带的把这个导演内敛的才华推向了市场。在他煞费3年心血之后推出的这部《鬼水凶铃》，更是将他的积淀一展无余。这部影片相比上部节奏更流畅，表演更细腻，气氛更恐怖，内涵也更深刻，堪称中田之代表作。第7部催眠，东京都内接连发生几件光怪陆离的死亡事件，犹如瘟疫般悄悄地蔓延着，而唯一留下来的线索便是死者生前遗留下来令人难解的遗言。催眠的原著作者松冈圭佑是一名催眠指导教授，大学时代主修临床心理学，后来考取国家认证的催眠治疗资格。97年正式推出处女作《催眠》，此书被书评家推举为心理悬疑小说的最佳杰作。如果你希望获得有关催眠的知识并检验一下自己的胆量，不妨看看这部影片。不过也有人认为，将催眠术这种本来就带有神秘色彩的学科妖魔化了。依靠催眠真的可以控制一个人吗？我想这是每一个看完电影的人心里最为疑惑的问题。第8部灵异咒。2004年，一个专门拍摄灵异片的导演拍完本片以诅咒为主题的纪录片后，突然家里发生大火，太太被烧死，而作家至今行踪不明。这部以诅咒为名的纪录片，由于内容过于震撼，以至于无法顺利发行，一直到了《七夜怪谈》超级制作人伊赖隆重接手才破局。虽然剧组花了1年时间进行访问，但相关者大都三缄其口，害怕表明事实。为了顾及实际存在的人物，部分影像改用虚拟实境的方式呈现。终于，禁忌电影《诅咒》完成了。整部片子没有吓人的声效，也没有惊人的特效，没有诡异的灯光，更没有骇人的造型，就连演员也没有很多。拙劣的拍摄手法让画面经常处于不安的晃动之中。我只能说，看这个让我想起了台湾的灵异节目中所播放的那些片子，整个颠覆了以往我们所看到的恐怖片模式。但是就这样的一支片子，却让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同时也让我明白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偶尔的变化和突破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总的来说，日本的恐怖片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调子，暗晦、压抑、窒息的气氛，平淡的叙事风格容易让人看不进去，但真正看进去后，就会发现那平静的外表下竟然波涛汹涌，杀机四伏，恍若一座即将等待随时喷发的火山，能够感受到一种令人心寒胆颤的恐惧。或许这就是日式恐怖片大行其道的原因吧。最后，对这些影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老烟斗的官方公众号老烟斗，回复日本获取相关影片资源。咱们下周4麻衣神像之谜不见不散。